大家好，我是德克。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新鲜的话题 Life in the UK Test。 那为什么开始讲它了呢？估计很多人都忘了，其实我当初第一期讲驾照的时候提到过，驾照题库讲解它只是英国生活手册系列当中的一个分支，只是因为这个分支它比较粗而已，但那远远不是全部。所以今天就拿出时间来再开另一个分支，英国生活测试。我先用极简的方式来介绍一下这个测试是干什么用的，因为搜索到这个视频的人应该都已经知道它是什么。这个考试是你拿到英国永居或者是入籍之前的必要条件之一。考试当中包括英国的历史、文化、法律、传统，以及日常生活当中你需要知道的一些基本知识等等等等。其实它的目的就是为了看看你能不能融入到英国本地的生活或者文化当中。而欧洲很多国家在入籍或者是拿永居的时候都有类似的考试，德国、西班牙好像都有，多少有点本国文化认同测试的这种意思，服从性测试。真正的考试是45分钟，一共是24道选择题，然后答对70%呢，也就是18道题，你就能够通过这个测试。特别注意的是，它的考试成绩是永久有效的，考一次一劳永逸。考试费用呢是50英镑。它的题目呢其实都是从一本书里出来的，当然跟驾照考试一样，网上有很多题库是帮助大家来学习的。我们就从这些题目当中来系统的了解一下英国的过去和现在，当然最终的目的是轻松的通过这个考试。那么今天我们先做一套最新的测试题。如果你最近就要去参加这个考试，但还没有时间来复习，那么强烈建议你抽点时间跟我一起把这套测试来做一下。因为据说2025年最新的考试当中，这里面的很多题都是压得上的，甚至是一模一样。而暂时不需要考试的朋友呢，你也可以通过这些题目稍微深入的了解一下这个奇奇怪怪的国家。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第一题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a constitutional institution? The Parliament, the Cabinet, the Armed Forces, or the Police? 以下选项哪个不是宪法机构？这道题首先得知道什么是宪法机构。宪法知道吧？就是国家的基本大法。宪法机构顾名思义呢，就是宪法当中赋予权利和职责的那些机构，而他们必须直接参与国家的治理，比如说立法呀、行政或者司法，说白了就是定法律，然后抓人、判人。而这些就是国家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些部门。但是可笑的是，英国本身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人家压根就没有宪法。目前所谓的这套宪法呢，是由一系列的法律、惯例、历史文件和法庭的这些判决来拼凑起来的，挺离谱。那回到这道题，他问的是这些选项当中哪些是宪法规定了的国家应该有的机构。正常它应该有这些，比如君主制、议会，包括下议院和上议院，然后首相、内阁、司法机构，也就是法院，然后警察、文职系统，也就是公务员和地方政府，这些组成了所谓的宪法机构。那按顺序，我们先说一下君主制，其实就是白金汉宫里面住的那一家子人。以前是伊丽莎白2世，现在是查尔斯国王，他们是英国和英联邦很多国家名义上的君主。你比如说加拿大和新西兰、澳大利亚，他都是认这一家人的，反正也没什么权利嘛，就他们只有同意权嘛，谁找他们授权，他们都得同意。就算是你想要绞死这个国王，国王本人他也得同意。然后第二个是议会，它是有上下之分的。下议院就是电视里面老能看见政客辩论互相骂街的那个地方，就没事就质疑首相啊，让他下台啊，反正是谁上台都会有人骂他。上议院相对来讲就比较温和一些啊，一般都不会骂街，但也没什么权利，主要还是骂街的那个有权利啊。之后就是首相和内阁，这个首相好理解，最大的官嘛。而他任命的一些重要官员，他就被称为内阁成员，比如什么财政大臣啊、什么外交大臣、内政大臣，还有各个部门的这个部长，那都叫做内阁成员。因为都是他自己来任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跟首相一个党派的。你可以简单理解为他们都是首相的小弟就可以了。然后是法院、警察、文职系统，也就是公务员，还有地方政府，这几样就不用多说了，我们比较熟悉，它都属于保持政府运转的一些部门，也好理解。重点是这道题当中 C 武装部队，因为 A、B、D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它都算宪法机构，那 C 就不算了吗？
对，他不算，因为他不参与国家的治理，他只是执行首相和国防大臣的这个命令，他没有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权利。那有了这些，那不就军事政变了吗？英国军队跟全世界的大部分军队是一样的，都是由文职政府来控制的，其实就是防止军事来干预政治。就像二战的时候，日本军部影响首相和天皇的一些判断，那就不行。所以 C 这个武装部队它就不对，武装部队不对，这么绕嘴。武装部队它铁定不算宪法机构的，他们只是个工具、武器，所以这道题直接选择 C 就行了。武装部队它不对。第二题 What food土豆。第三题 The leader of the opposition appoints senior opposition MPs. They form a group whose role is to challenge the government and put forward alternative policies. What are they called? Shadow cabinet, lobby groups, civil servants, or support peers? 反对党领袖任命资深反对党议员组成了一个团体，
其职责是挑战政府并提出替代政策。这个团体叫什么？这道题首先你要知道英国的这个党是什么。英国跟美国一样，政治上基本就是两党制，就是工党和保守党。他们两个党在英国议会当中是轮番坐庄的。像上一个首相是印度裔的苏纳克，然后他就是保守党。现在的首相斯塔默他就是工党。两党谁大选胜利，谁就出一个首相。比如现在工党的斯塔默，他上台再任命自己的内阁，基本上就都是工党的兄弟，直接拿下重要的职位。那苏纳克那边的保守党，他就变成了反对党，他输了嘛，他就得反对你。那反对党干嘛去呢？能直接回家吗？他不能，继续给你捣乱。他们就会组织一个叫影子内阁的团体，作用就是题目当中所说的这种挑战政府并提出替代政策。说白了就是专门组织人跟执政党对着干的。你看电视里面看议会辩论呐，站在首相对面骂街的那个人，大部分就是这帮人。你有一个财政大臣，那边就有个影子财政大臣，就是一一对应的设置你，针对性的挑你毛病。真正的财政大臣说一个经济政策，然后影子财政大臣就站起来说啊，你那个政策不行啊，傻子才听你那玩意儿。你看看我这个，我这好，我有个更厉害的计划。其实这帮人就是专业吵架的，挑事儿。所以这道题的答案就是 A 影子内阁。然后 B 特别不对，因为游说团体一般都是代表民间企业或者是组织的，他们通过跟议员和政府官员会面来尝试影响他们的决策，但是他们不属于任何政党。这个东西像什么呢？公关公司，像是跑关系那么一帮人影响这些议员的决策，但是它跟本题没有关系啊。选项 C 它肯定不对，公务员他根本参与不到这个事儿。然后 D 呢也不对，支持议员或者叫支持贵族，他们是上议院的成员，上议院跟本题说的这个事儿没有半毛钱关系，所以这道题直接选择 A 就行了。影子内阁，你就记住这帮人是一对一对应的骂执政党就行了，专业骂街。第四题 Which of the following are two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MPs? Protect life and property, represent everyone in their constituency, help to create new laws, or scrutinize and comment on what the monarch is doing. 以下哪两项是国会议员的职责？英国呢，一共是650个选区，就给它划成650块，然后每一个区呢，一般每5年会选举出来一名议员，这个人就会代表你这个区跑，就跟议会吵架去，因为他是地区选上去的嘛，他就得适当的为这个区争取一些福利，解决一些实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学校没钱了呀，要点拨款呐，什么地方的医院要倒闭了，这个议员就会在议会里面发起重新评估这个医院是否应该倒闭的这种草案，还能不能谁给点钱来抢救一下。那除了夹带的这些本地的私货呢，他们还要协助制定新的法律，就比如说自己发起或者组队他起草一个法案，参与辩论投个票啊等等这些事儿，这是他的工作。按照官方的说法，国会议员的核心职责包括立法、代表选民、监督政府，而非直接参与执法或监督君主。所以这道题的 B 和 C 就是他的职责，而选项 A 它肯定是不对的啊，这是警察和司法部门的职责。议员他不能直接抓小偷去吧？他们只能立个法什么的，间接的干预一下公共安全，比如抢手机直接挂在天上示众什么的，他们可以定这种法律，批不批另一说。然后 D 呢，肯定也不是他们要干的，人家王室现在都已经是个吉祥物了，你监督人家干什么？议员是监督政府的，包括这个首相和内阁，他只要干不好的话，这帮议员就会拉帮结伙，他就开始骂街了，就弹劾首相下台。王室的事儿一般都是英国的媒体来监督，什么太阳报什么的，没事就爆个料，吓唬王子王妃什么的。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就是 B 和 C， 两个正确答案，请注意审题，它问的是哪两项。第5题 Who was the longest serving PM in the 20th century? John Major, Sir Alec Douglas Home, Robert Walpole, or Margaret Thatcher? 谁是20世纪任期时间最长的英国首相？这道题比较难啊，需要从题目当中我们仔细分析。他问的是20世纪的首相，那么 C 肯定就不对了。当时这大哥是一个伯爵，他是英国历史上第1位首相，从1727年到1742年，执政了20多年。他上任的第2年就是康熙去世的那一年，卸任的时候他已经是乾隆爷的时候了。
所以他的任期他纯属于18世纪，跟这道题没有任何关系。你就看他当时的画像，他还戴羊毛卷发，所以肯定不是20世纪的人啊。那么就剩 A、B、D 了，这里面中国人最熟悉的就是 D 这个铁娘子撒切尔夫人，香港回归嘛，那她也是正确答案。执政了差不多11年半，从1979年到1990年，在20世纪排名第2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丘吉尔，他执政了大概8年8个月。那我们知道选项 D 是正确答案之后，我们再看看其他选项。B 呢，这个休姆爵士，他是最后一位贵族身份当首相的人。爵士嘛，其实在他之前就规定了，上议院的议员，也就是贵族，他不能担任首相，但是他就比较厉害了。人家直接放弃伯爵头衔，直接当选首相，然后干了不到1年就被别人选上去了，好像不太值当啊。最后就剩下 A 了，他其实是撒切尔夫人的继任者，执政了6年多一点，中规中矩啊，一个很普通的一个首相。所以这道题按照执政时间来排名的话，那就是 D、A、B、C， 它不是同时代的人啊，所以我们直接选择排名第1的这个 D 撒切尔夫人就行了。第6题 What name is given to the territories which are linked to the UK but not part of it? Crown dependencies, offshore territories, Crown independencies, or British colonies? 找出与英国有关联但不属于英国的领土的正式名称。有一个情况大家都非常了解，就是以前英国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就是因为它的海外殖民地非常之多，这也导致它现在的领土情况特别复杂，有归英国管的，它有归皇室管的，还有谁都不管，但它就是服英国硬管的，硬往上靠，就特别乱。这道题问的就是那些跟英国有关联，但实际上它不属于英国版图上的领土。我们一个一个看啊。A 皇家属地，这意思是它在英国王室的主权下的，但它不属于英国，就是这个国家它是有自己的议会、法律、什么法院、行政和这些财政系统。属于皇家属地的就3个地方，一个是曼岛，一个泽西岛，还有一个叫根西岛，全是小岛，大大点儿小岛。这里面最有名的应该就是曼岛吧，它也叫马恩岛，因为它有世界上最悠久也是最危险的摩托车比赛——曼岛 TT 摩托车赛。这个车赛几乎年年都会死人，究竟是个什么比赛？请看 VCR。回到本题啊 ，A 这个皇家属地就是正确答案。虽然他们在英国脱欧之前，它也不算欧盟国家，它也不算申根国家。想去那儿，你得办英国签证。但原则上来讲，它归英国皇室，它不归英国。英国只是负责军事上保护他们，外交上面代表他们。毕竟外交也没啥事可做，就几个岛，所以就一起由英国来代表。但他们确实是跟英国有关联，但不属于英国的一些领地。那再看看 B 海外领土，这个是指在英国主权下的一些海外飞地，大多数都是历史遗留问题。目前现在有14个，比较有名的是百慕大、开曼群岛和直布罗陀，他们在英国地图上都会划为自己的领土，所以它 B 是不对的，他们确实属于英国。然后 C 这个词儿是不存在的，是编的，是误导项啊，不要搭理它。然后 D 这个词是历史名词，英国殖民地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英国控制了大面积的殖民地，所以英国殖民地这个词儿在以前是包括美国、加拿大、埃及、南非、马来西亚、印度、香港、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等等等等等这些地方。但后来绝大部分都独立了，
所以殖民地这个词儿就类似于中国的什么从属国呀、什么朝贡国呀，就变成过去式了。所以这道题我们选择 A 皇家属地就行了。3个岛啊，曼岛、泽西岛和根西岛3个岛归皇室管，但它不归英国管。第7题 What area did David Hume contribute to during the Enlightenment? Architecture, poetry, cinema, or philosophy? 大卫休谟在启蒙运动期间在哪个领域有贡献？这道题其实非常简单，重点就是你得知道这个人到底是干嘛的。他的名字不重要，这贝克汉姆叫大卫，重名太多了啊，容易混。你记住休谟就可以了。这哥们是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核心人物，是苏格兰最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之一。所以他不会盖房子 ，A 就不对了。然后他也不会写诗，那 B 就不对了。他更没有看过或者拍过电影，因为这哥们是1776年就去世了，119年之后地球上才有的电影技术，他没看过电影，所以 D 肯定是对的。那他就是哲学家了，哲学家本家。在这里面简单说一下，这个题目当中说的这个启蒙运动是什么东西。欧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一直都是处于混乱的、愚昧的这个状态，就是大傻子这个状态。这段时间被历史学家称为中世纪，或者叫黑暗世纪。但是到了18世纪前后，欧洲突然出现了一堆狠人，是他们一下子就把整个人类的眼界和思想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狠人包括但不限于英国的牛顿、洛克、意大利的伽利略、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德国的康德、美国的富兰克林，以及同为苏格兰人的亚当·斯密和我们这道题的男主角大卫·休谟。他们从科学、哲学、天文学、经济学乃至政治和宗教的改革等等一方面，一下子拨开了人类眼前的层层迷雾，帅不帅？你都很难相信这些人只是短短在100年间出现的，并且影响了整个世界。所以启蒙运动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以牛顿为首的一部分人类，他们突然就开窍了，然后带领着其他人重新认识到这个世界和人类自己到底是什么个东西，到底它本质是什么。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牛顿点亮理性之光，洛克播下自由之种，伏尔泰呐喊批判之声，康德筑起哲学之殿。这就是启蒙运动，一群狠人改变了世界。所以这道题我们选择 D 就行了，他是个哲学家，其他那3样他都不会。第8题 What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died as a result of the Black Death in England? Half of the population, 1/3 of the population, 55% of the population, or 1/4 of the population? 英国死于黑死病的人口比例是多少？这道题是关于黑死病这场著名的瘟疫，是欧洲大约死了2500万到5000万人，全世界大约有7500万人至2亿人死亡。欧洲差不多30%到60%的人口直接就消失了啊！那这些数字为什么都是范围？因为当时的人口记录的相当不准确，所以你就只能大概估一个数字。那英国到底死了多少呢？差不多是人口的1/3，也就是30%左右。这在欧洲算是死亡率偏低的地方了。那为什么死的少呢？普遍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就是地理隔离，它是个岛嘛，所以传染起来就没那么迅速。第二就是人口密度比当时其他欧洲国家要低很多，传染的难度也就增加了。没有人嘛，你怎么传染？再有就是气候，英国这种潮湿阴冷的这个气候对于跳蚤是很不友好的，对人也不是很友好，所以英国还算是受影响比较小的国家，死了1/3啊。所以这道题我们直接选 B 就行了，人口的1/3。再多说一句，黑死病是什么？还记得吧？鼠疫啊，鼠疫是老鼠身上的这个跳蚤传染的疾病。黑死病。